最近看到一句话，我们身边的一切都是自己吸引而来的。仔细想想，确实如此。乐观开朗的人，身边总是洋溢着阳光；消极悲观的人，好像处处都是不如意。曾经有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，他们把2只不同性格的猩猩放到2间装满镜子的屋里，也就是说，每面墙上都是镜子。性格开朗的那只猩猩走进房间，哇，他看到屋里有很多同伴，他开心地和他们打招呼，表示友好。他眼里看到的那些伙伴也都回报他友好的笑容，并和他打招呼。不一会儿，这只猩猩就和镜子里的猩猩们兴高采烈地玩到了一起，非常开心。而另一只性格悲观的猩猩恰恰相反，他愁眉苦脸地进到房间，发现屋里各个角落都是愁眉苦脸的猩猩，冷漠地看着他。他懒得搭理他们，自己在角落里蹲下来唉声叹气。其他猩猩们也都是沮丧地低着头，不理他。3天过后，心理学家去把2只猩猩带出来时，性格开朗的猩猩容光焕发，依依不舍地离开，还不断地和屋里的猩猩们挥手告别。而另一只猩猩3天都在垂头丧气的负能量场里，变得更加萎靡不振，都快奄奄一息了。实验的最后，研究人员总结出一个结论：人和猩猩的情况也差不多，你能看见什么，都是由你的内心决定的。你对外界的情绪和态度，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。同理，一个人的处境往往也都是由自己的心境决定的。你的内心有向好的意愿，那就一定能越来越好。反之，越是爱抱怨的人，就会过得越来越差。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都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磁场，这个磁场如同我们的影子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它都会紧紧地跟随在我们的身后。这个磁场并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，而是我们的精神、情绪和态度所散发出来的一种能量。这个磁场的存在，使得我们能够吸引到与自己磁场相同或者相似的人、事物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磁场会吸引到那些与我们有着相同价值观、相同生活态度、相同兴趣爱好的人。同时，我们的磁场也会吸引到那些与我们的生活经历、生活环境、生活状态相似的事件。一个人的运势好坏，其实都是由他自己吸引而来的。如果我们的磁场充满了正能量，那么我们就会吸引到那些积极、乐观、向上的人和事。这些人和事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希望。反之，如果我们的磁场充满了负能量，那么我们就会吸引到那些消极、悲观、颓废的人和事。这些人和事
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和困扰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阴霾和绝望。所谓磁场，正是吸引力法则的直观展现。你是谁，就会遇见谁；你喜欢什么，就会吸引什么。你的磁场就是你的运气。当你相信美好时，你就会吸来美好。佛说，今日之果，皆是昔日之因。人生种种，都是自食其果。运气不好，是你的磁场出了问题。你知道什么是磁场效应吗？你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。同样都是初次见面，有的人是相见恨晚，仿佛相识多年；有的人却是话不投机，相看两生厌。其实这就是磁场效应。磁场是相互的，我们散发出什么样的磁场，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。这正如物理学中所提出的定律，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遵循着万有引力的原则，彼此相互吸引。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。佛说，人这一辈子，谁遇见谁，皆有因果。每个人生来就有磁场，我们所说的缘分，就是由此而来。所以说，人与人，人与事，都是有磁场关联的。可见，周围的磁场确实能改变我们的命运。你身边有什么样的磁场，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思维明明很敏捷，但在某个人面前就会突然语无伦次？这就是心灵磁场的相互干扰。当两个磁场相遇时，更强烈的一方就会发生穿透、干扰，甚至覆盖，导致较弱的一方思维出现停顿或错乱，最终表现出语无伦次的模样。每个人的磁场都能释放和吸收，在消极的磁场中，你就会吸收到负能量，运气就会变差；在积极的磁场中，你才能感应到正能量，人生才会一顺百顺。与干净的磁场在一起，你就会变好。运气不好，和你身边的磁场有关。华严经告诉我们，境无好坏，唯心所造。当你内心阴郁积累太多时，你的磁场能量就会削弱，于是烦恼产生，诸事不顺。所以运气好不好，看你身边的磁场就知道。有一个年轻人最近总是不顺心，身边没有一个朋友，于是请教禅师开解。禅师问他，你平时是怎么和别人相处呢？年轻人说，我很真诚，每一个人都会用心对待，不过我这人比较悲观，遇到糟心事都会告诉身边的人，但是现在谁也不愿意听我倾诉了。禅师缓缓说道，谁会愿意整日待在负能量的人身边呢？确实，情绪是会传染的。和负面磁场的人相处，他们的垃圾情绪会像一个黑洞般，完全吞噬掉我们的阳光、
久而久之，我们的气场也会渐渐低迷，霉运缠身。反之，与正面磁场的人相处，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会传染给我们自信阳光，久而久之，我们的整个气场都会发生改善，运势自然就会增强。古德言：怨天尤人最损福，一次减三善。磁场不好，人就容易走背运，而一个优秀的圈子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，能不断吸引你向上。与智者并肩，你才能累积善缘；与善友同行，你才能感召福德。一个人的磁场圈子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。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运气一定不会太差。曾国藩说：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。一个人最好的运气不在五官，而在气概神韵。这个神韵就是磁场。当磁场比较污浊时，即便五官圆润有福，做事都不会太顺利。可当散发出的是清透的磁场时，这个人的运势就一定很好。所以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我们就会感到自在舒服，而不是烦躁焦虑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在一辆高铁上，一个小孩哇哇大哭，母亲抱着他耐心安抚，可却仍然无济于事。几分钟过去了，车上的人渐渐开始不满起来，有人烦躁，有人甚至出言责骂。很快，整个车厢的气氛都变得紧张压抑起来。这时，一个老人家递上玩具，帮忙逗弄小孩，随后又有人主动帮忙，孩子渐渐平静，气氛慢慢平和，最初紧张的负能量终于趋向和谐，渐渐恢复如初。车厢的磁场随之改变，车上的人也不自觉地绽放出笑容。这个转变的过程，其实就是磁场相互影响的过程。你的磁场会影响你的心情，而你的情绪也会影响到你。所以你的心态越好，越积极正能量，越能够吸引好的事物，运气自然也就越好。佛家常说，你遇见的人都有因果，人和人的相遇都是互为因果的磁场吸引。这就是《易经》中所提到的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就像阳光的人身边聚集的都是乐观的朋友一样，一个正能量的人身边聚集的朋友，运气一定都不会太差。花严经有云：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世界源于你的内心，命运源于方寸磁场。你的运气好不好，就看你身边人的样子就能知道。人生一切都是相互的因果聚合，你想有什么样的人生，就多去靠近什么样的人；你想吸引什么样的人，就努力去变成什么样的自己。其实，改变命运真的很简单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命运都在因你的转变而发生改变。
和阳光的人在一起，心里就不会晦暗；和快乐的人在一起，嘴角就常带微笑；和进取的人在一起，行动就不会落后；和大方的人在一起，处事就不小气；和睿智的人在一起，遇事就不迷茫；和聪明的人在一起，做事就变机敏。借人之智，完善自己，学最好的别人，做最好的自己。有缘人，在刚刚到来的2024年，修心思维再给各位朋友分享一下如何培养自己的磁场，去不断吸引好的事物。下面这7条建议，如果能够执行到位的话，在接下来的1年里，你都会在原来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频道，成为同频之人，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与福报共修之人建立连接。真诚地祝福他人一切顺利，真诚的、强烈的希望别人发财、健康、幸福。美好的祝福会回馈到你自己身上，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真正的祝福别入，就会得到别人的祝福。祝福所遇见之人都能圆满，所遇见之人都能快乐，所遇见之人都是好频率。感谢上苍使我与你相遇，愿上苍保佑你的善良和真诚，愿我们常相聚，永不分离。祝你感到快乐，感到幸福，感到甜蜜，感到高兴，感到温馨，感到痛快，感到美满，感到温暖，感到愉快，感到我的祝福情谊。衷心的祝愿你的未来，所有的期待都能出现，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，所有的希望都能如愿，所有美好都能圆满。而接触自然和高频事物，大自然是最净化能量和磁场的，多出去进行添补和的补，晒太阳、温阳、补血补气、驱寒、晒后背、大椎，帮助去除身体的寒邪，去湿气。多在有绿植的地方散步，或是一个人走走，日常养气血。美是能量是气血，能量打开了，人会越来越美，好运自然就来了。与运气好、能力强的人多多接触，慢慢自己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强大。远离抱怨的人，要经常和积极向上的高能量人接触，和运气好、能力强的人接触，慢慢自己也会变强大。把自己收拾干净，穿上喜欢的好看的衣服，整理发型，心情好了，好运自然来。给自己买一份新年礼物，把钱花在提升自己的地方。给自己买一份新年礼物，它不一定会很贵，但一定是要有能量的。或许是一束鲜花，奖励自己一份美食，亦或是一场音乐会，一次特别的体验，或是新的杯子。
新的记事本，告诉自己，我在变化，我愿意更好，只要你能够让自己开心，幸福就是值得。开心的花钱，把金钱花在提升自己身上，让金钱流动起来，去感受金钱，感恩金钱带给我们更多的人生体验，感恩金钱让我们切勿大喜大悲，不要受到别人的干扰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事以密成，语以谢败。想做的事，对任何人都不要说，大财永远都是闷声获得的，说出来反而容易招小人。还有，不要到处透露关于自己的收入、家世、缺点等等。5. 告别内耗，关爱自己。你若总期望爱人还须如你预期般那样努力，孩子还应更好，内心就会总拧着一股劲要改造对方，这种反复内耗会直接损耗心劲儿和能量，慢慢变得内心无比疲惫。何不就活个期望干净，把关爱就放在自己身上吧。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就让自己成为配得上的样子。人的磁场很重要，你放松就顺利，你付出就得到，你有爱心就有人爱你，一切美好皆源于一颗自在舒畅的心。6. 开启一场断舍离，放下过去。修行就是把你的眼光先从这个事情上，从你盯得最紧的那个地方移动开，抬起头来。如果你盯住它，这个东西一定会出问题，不管是失去还是得到，它其实就是个心，因为一切都在你心性里边运作。这个世界的幸福、痛苦、烦恼、快乐、拥有、失去，全部在你的心性上运作。比如说盯住一个人，只要你挂在一个人身上，那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就开始影响你了。其实盯住他，就是盯住了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就像我们分别声音，就是分别了自己的心。它是一体的，因为都在你心海里作用，它也是你心海的一部分，你自己也是。7. 诵经，记得清理你的心，日行3善，语善，事善，行善日行1善，福虽未至，祸自远矣；日行1恶，祸虽未至，福自远矣。要积累善报，是因为众生的心性、心源那种烦恼，那些根源是生生世世停留下的。你没有贪嗔痴慢疑，正道刹那就静了，就清净了。但是我们的功夫一下子达不到，用另一种善报来弥盖这一个恶报。你积功德，拿这个功德来把这个抵消，还债。无我，无他，无众生。我们的心是包含一切的，如果你想众生都对你好，那你就对众生好，累积善报，那么你一定会越来越开心顺意。有缘人，感恩你看到这里，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
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评论区留下一句祝福，祝你一切顺利，一切都会越来越美好，让善意循环，让祝福彼此加持，让爱充满你的心。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的是，身边的人总是传递负能量，该如何应对？以前小刘特别害怕听到别人叹气或者抱怨，这让他感到很焦虑，心情都变差了。那时他不知道怎么应付别人的负能量，只能生闷气或者躲到一边。可最近小刘通过下面这3个方法排除干扰后，再次听到别人叹气或抱怨，不仅没受到影响，还能兜住别人的负能量了。1. 不把别人的抱怨当成自己的事。之所以容易被别人的负能量感染，是因为我们不自觉把自己带入别人的情绪中。可是当我们懂得课题分离，不把别人的抱怨当成自己的事，就不会受影响。从年初开始，我的一个朋友总是和我抱怨感情问题，内容都差不多。一开始我受不了，尽量躲着他。国庆，他邀请我到他家玩，我知道他还会和我抱怨感情的事，可我还是去了。果然没多久他又开始吐槽，这次我不躲了，他说什么我都听着，偶尔回应2句。当他说到自己现在情绪好很多了，抓住这一点我立马回道，你一个人在外工作，遇到问题一个能吐槽的人都没有，心情一直不好是正常的，能自己想通问题已经很不错了。可能这句话有安慰到他。说完，我发现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，虽然很快他又开启吐槽模式，但我也不嫌烦，就听着。作为朋友，我也尝试劝他2句，发现无效后，我知道自己应该走了。最后他发泄了情绪，我也没受影响。我很惊讶自己的表现，没被朋友的负能量干扰，还能及时抽离。也许就是因为我没有把他的抱怨当成自己的事，对方有坏情绪，那是他的事，与我无关。这么说有点冷漠，可我觉得坏情绪是一种干扰，要把它扔掉，而不是揽到自己身上。别人抱怨吐槽时，可以听，可以回应，可以共情，但不要说丧气话。只要说了，不仅让对方吐槽得更厉害，自己还缠上了负能量。而放下助人情节，好管闲事，好为人师是大部分人的本性。当听到别人吐槽时，我们总会忍不住给对方提意见，看似热心，其实对方只是在发泄情绪，不一定需要我们的意见。这时候我们提意见的行为会显得很多余。最近和同事出去工作，路上他时不时叹气，还说再这样工作下去他会得抑郁症。每次和他出门工作，他都在叹气抱怨，可我没被带偏，对他的抱怨我反而当作八卦来听，
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同事这么抱怨，每次见面，他都会反复吐槽同一件事。换作以前，我真的很想问他，为什么不尝试改变一下呢？可现在我不会问了，因为道理他肯定都懂，就是不愿意去做。所以听到同事抱怨，虽然我很想帮他，可我还是打住了。要是他想改变，会主动请人帮忙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只听他的抱怨就好了。3. 把日子过充实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每天都有目标，每天都过得很充实，让你觉得生活十分美好，能按时下班就去运动爬山，不能按时下班就在城里兜兜风再回家，周末约上几个好友跑跑步，聊聊天，慢慢你会喜欢这样的生活。每一天内心都充满喜悦，只有心里充实，你便不会在意到别人的坏情绪。比如听到同事吐槽时，你总会看着窗外，脑子会不自觉想晚上要干什么，稿子写什么，怎么写等等。总之，心里有目标，会让你自动屏蔽了外部的干扰，比如别人的牢骚抱怨。余生很短，远离磁场不合的人。一旦你陷入别人对你的精神内耗中，你的能量就会一点点地消耗殆尽。如果你和某个人相处一段时间后，莫名其妙心情变得不好，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，感觉生活暗淡无光，说明这个人与你磁场不合，长期下去只会不断消耗你的能量。聪明的人都懂得如何选择自己的圈子，多和积极的人相处，远离磁场不合的人。真正长久的关系是互相滋养，彼此赋能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请记住一句话，只要你内在光明，积极向上，能量足够高，磁场足够强，就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同频能量来反转人生，重新洗牌。